这里是我老公从小长大的院子，从我们结婚前搬走到现在已经12年没有住过了。现在的小院花草遍地，而且因为年久失修，院子里很多地方已经破损了。我老公很久以前就说要修一下小院，但因为他一直在外地工作，没有时间。现在终于挤出时间来收拾一下。今天把院子里的草铲一下。人家都说破家则万贯，果真如此。我本以为就只有我老公刚才发现了一个旧轮胎，结果这几个轮胎卖一下，应该可以给我老公晚餐加个鸡腿了吧。杂草全部清理完毕，这是一堆今天的收获，9个轮胎，一堆废铁。看新的一天，今天继续陪老公收拾小院子。老公，今天干点啥？今天把日本的一些木头，还有昨天清的一些垃圾给处理一下，然后看有时间的话，这个墙都开了，把这个墙拆掉。这2堵墙又是大工程呀！开工。是吧？收拾利索了一早上的。吃完午饭，下午继续。
今天带着我们家小杨同学来帮老杨同志砍树。小院子里有一棵香椿树，听我老公说，这棵树并不是我们家种下的，而是自己从老树的树根上发芽出来的。而我家在20多年前种下的那棵老香椿树，早在几年前就因为虫蛀等原因倒掉了。这棵新的香椿树也算是继承了他老爸的地盘。虽然他每年都能给我们带来好吃的香椿芽，但我老公说他每年都会生出很多毛毛虫和蛰了毛子，很危险，所以现在只能忍痛割爱把它给砍掉了。老杨说，为了不让它再长出来，这次不能砍的，要把它连根拔起。别看这棵树不算大，但是它的根特别的粗壮，我们费了很大的力气才把它给挖出来放倒。小杨同学今天不上课，非得来帮小院帮忙干活。别说，小家伙干的还有模有样。我老公说，小院修整好以后，还要在这里开完他们。本来说把他们卖掉给老杨同志晚餐下鸡腿的，结果今天上午我老公跟着从邻居家借来的小3轮车去废品站卖收拾出来的废体。回收站说废旧轮胎回收价1元一条，虽然价格很低，但我老公说能卖掉总比丢掉污染环境强。然后跑到邻居家又借了一辆电动3轮车，让我家老爷子帮他装好送到废品站。于是老杨同志的鸡腿就只能变成馒头了。再说一下好消息，小院很快就要进行第1次大的改造了。由于小院建的时间太早，墙体建得很低，并且厕所太过破旧，我老公说要对小院进行1次扩建工程。考虑到今天老杨同志跟施工方一起讨论了施工方案，并进行了今天是小院改造的第5天。前2天由于老杨同志公司事情比较多，所以没能来得及改造小院子。但随着跟施工团队约定进场的时间越来越近，老公还是选择把工作往后推一下，先来小院把施工队进场前的准备工作做完。我老公说需要把围墙上的旧墙皮给全部扒掉，不然新的墙皮不能跟墙壁粘合在一起，会很容易脱落。老杨同志原本以为旧的墙皮风化了会很容易弄下来，结果旧的墙皮出乎意料的坚固。老杨同志轮番用上了水枪、铁锹、挖刀等工具，结果忙活了一上午，仅仅搞好了2-3米。好在中午叔叔给送来了电动扁子以后，工作才得以进行。看来人们说的用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一点都不假。由于初次使用，没有掌握方法，刚开始速度并不快，但聪明的老杨同志很快就找到了窍门，提升了工作速度。这边的墙面算是处理的差不多了，这边也处理的差不多了，就只剩这点了，明天再弄吧。回家吃饭喽，就要进场施工了。为了不耽误工程进度，今天一大早我们就来到小院干活了。上午我们先是把昨天剩余的墙皮清理干净，把院子里废弃的瓦片清理出去。别看我二叔略微有点胖，一把大锤却抡得虎虎生风，真是老当益壮。
下午，老杨同志又爬到墙上，把旧的墙头用锤子给敲了下来。不知道为什么，看着我老公在墙头上抡锤的样子，我突然想到了大锤80的忙碌了整整2天，终于把准备工作做完了，静待明天工程对进。因为这几天有雨，小院的施工暂停了。虽然施工暂停了，可我老公一点都不消停，趁着这会儿雨停了，又跑到小院来挖树根了，说省得因为它影响施工进度。老公，你到底是怕影响施工进度，还是怕多花施工费呀？我这么个出门的人嘛，我看不一定。这个树根是以前院子里梧桐树残留的根系之一，不仅很深，而且还靠着墙，比前几天挖的香椿树还难挖。我们俩轮番上阵，使用了各种工具，花费了2个小时的时间，也只是把最上层的一部分给挖了下来，而下面的根系还不知深几许。老杨同志说挖不出来就把它碎尸万段。树坑回填完成了，准备收工回家了。又来干活了，今天来小院安装厕所的穿线管和线盒。由于老杨从来没有干过，今天特地请来我们家万能的老爷子来做技术指导。他们父子俩经过一通商议，终于确定了布线方案，正式开工。切完缝了，下一步开槽。老杨同志的电瓶越用越熟练了。
弄完了，完工，回家喽，该接娃了。起来摇摇欲坠，但还挺难拆。师傅费了很大力气，用上多种工具，才终于把上面断裂的部分给拆下来。师傅们建的速度太快了，跟老杨出门买材料的功夫就把加高的拱门给建出来了。经过前后近10天的施工，小院的墙体加高、拱门修整及厕所改造工作终于完成了。又来干活了。今天给新建的厕所和浴室铺水管，为了防止水管在冬天被冻裂，老杨同志需要挖一条大概15米长、半米深的坑道，然后把水管埋在里面。根据规划，水管需要从2处墙壁下面穿过去。老杨同志费了9牛2虎之力，才将2处墙壁打通。忙活了一上午。冲水完了，试一下开关。试水成功，回填收工。小院的排水管道已经完全废掉了。今天我们来重新挖一条下水道。
没想到下面全是砖头，十分难挖。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砖头？以前这一段是一个砖头铺的小路，全是拿砖头铺成的，要挖过来。而且以前的下水道有一段是用砖头来砌出来的，现在走了一条老路就得一点点给它扒出来。从来没有偷过小车的老杨同志，差点在同一个坑里跌倒2次。看着没有多少垃圾，清理起来还挺认真，足足推出去10几次才算清理干净，着实把我老公累得不行。节的尺寸，于是我老公去前几天来小院干活的施工队借来了水平仪，并且用药瓶自制了一个墨斗，来小院进行测绘。于是老杨兴致冲冲地从网上买回来一个模具，准备试制地砖。如果试制成功，就动手自己做地砖。完了，老杨迫不及待地跑来看成果。3个还可以啊，这个图案都出来了，只是说有很多气孔，气孔的话应该是没有正好，
觉得更好可以干。施治还算成功。为了达到我老公预期的装修效果，同时可以将费用控制在我们的计划内，我们决定自己制作地砖。朋友们，祝我们成功吧！葡萄种在一起。猕猴桃种好了，老杨说明年结了果，一定把猕猴桃寄给我们科普的这位朋友尝一下。到时候大家记得帮我提醒一下老杨哦。有施修，小院的很多墙壁都出现了破损，先把小院的墙面修整一下。看看这大大小小的补丁，忙活了2天，终于弄完了，太费劲了。麻将了，饿不着我们了。干这麻将都把你饿死了，这点活干了2天。用了整整2天的时间，终于把该修补的地方修补完了。虽然速度慢了点，但效果还是蛮不错的。大家替我给老杨点个赞呗！经历了20多年的风吹日晒，老房子的墙面已经很陈旧了，需要重新粉刷。今天我们要把墙面上的灰尘以及以前刷的涂料清理一下。
昨天把墙面清理完了，今天我们给墙面上用水泥修补过的部分以及一些开裂的地方刮上腻子。太稀了，洗了家面，洗了家面，跟后面一样洗了家面，除了这加水。马上要刮完腻子了，突然发现在墙边堆放的砖头后面还藏着一大片破损的墙面。为了不耽误刷漆，老杨同志赶紧又和了水泥来修补。真想说老杨同志太难了。完活了，大家看看怎么样？二遍过段时间再刷。今天先用小刷子找补一下昨天没有刷好的地方。刷子墙来了一个快递，还是一个大件儿，原来是网购的马桶到了。老杨同志放下刷子，先把马桶装上了，以后再也不用为了上厕所来回跑了。
马桶安装好了，继续刷墙。今天终于要正式制作地砖了，等待了好多天。老杨同志心心念念制作地砖的模具和各种材料终于到齐了，打电话让人送来了做地砖所用的碎石子，正式开始做地砖。第一个批次的地砖做好了，2天后脱模，能否成功，让我们拭目以待吧。今天我们来刷房檐，老杨说要挑一个跟墙头的青砖一样的颜色，这样才能显得协调。房檐刷好了，虽然只是简单的刷了一下，但突然觉得小院终于开始变得有样子了，没有白费，真的是一分付出一分收获。突然很期待小院完工时的样子。全网求助，万能的老杨遇到一个大难题，等待了2天，今天终于可以给做好的地砖脱模了。老杨兴冲冲的来看成果，结果现实给了他当头一棒，地砖上满满都是气孔。
了。